我叫苏福，今天是我和秦昊恋爱4周年的纪念日，也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都11点了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秦昊怎么还没来？喂，老公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不来接我？苏福，我这可能接不了你了。泱泱晕车，他坐其他的车会吐，只有坐我的牢才不会晕车。我这不刚好接到他吗？接你的话就不太顺路了。要不你骑共享单车去现场吧？反正平时你不都是骑共享单车的吗？秦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今天是我和你的婚礼，不是你和李泱泱的。你让我穿着婚纱骑着共享单车去现场，然后你开车去接你的小青梅，你到底和谁结婚啊？不是你干嘛呀？不就是个交通工具而已吗？我知道你家穷没坐过豪车，想坐我的劳斯莱斯，好跟人炫耀，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是吧？你怎么就这么爱慕虚荣呢？浩哥，苏福是不是生气了？都是我不好，我明知道他喜欢误会我，还坐你的车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让他别生气了，把我放在路边吧，我让别人来接我。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想坐我这辆劳斯莱斯而已，好让他那些同事羡慕他罢了。我才不惯他这臭毛病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平时骑那共享单车啊，还得办月卡，还要天天抢什么优惠券。哎，就这样的人，我娶了他，不是帮他脱离那种穷酸的圈子吗？哦，现在嫁给我了，就能恃宠而骄了，一天天给他惯去。苏福，我今天跟你结婚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你要是想嫁给我的话，就自己骑车过来。要是再这么任性胡闹，后果自己负责。浩哥还是舍不得泱泱受一点委屈啊，绕了1个小时的路都要过来接泱泱。苏福就是矫情，能嫁给浩哥已经是丑小鸭变天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，他根本配不上秦昊。要不是泱泱出国，哪轮得到他上位啊？不被爱的人就是小三儿。谁不知道泱泱是浩哥心尖上的？你们别这么说，苏福还在群里呢。苏福，你别怪他们，他们只是觉得我和秦昊更般配而已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等你和他们玩久了，他们也会觉得你和秦昊般配的。让我最后一次任性，过了今天，你就是别人的心了。秦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清清白白是吧？难怪绕路都要钱。喂，秦昊，还真是纯洁的友谊啊！你们之间的友情就是以吻封缄吗？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呀！苏福，我刚才发的照片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不小心把嘴给咬破了。虽然我是秦昊的初恋，他也是因为我出国了太伤心才和你在一起的，但是他选择了跟你结婚，就会对你负责的。我依然会祝福你们。唉，不愧是底层出身呀，开不起玩笑还小心眼儿。浩哥怎么娶这样老婆啊？以后可别带出来和我们玩啊！就是，每次出去都弄得泱泱委屈的不行。有他苏福什么事儿？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第三者插足吗？这帮人
从我和秦昊在一起的第一天就看不起我，各种踩低我，显得他们高高在上，有什么资格评价我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都这么喜欢当舔狗是吧？那今天正好，秦昊结婚了，李洋洋失恋了，你们这些舔狗都可以上位了。叔父，干嘛呢？俺要跟我朋友道歉啊！你这太没素质了！我道歉？他们刚才冷言冷语羞辱我的时候，你装聋作哑，你什么也不说。现在我不过刚刚反驳了一句，你就让我道歉？他从小单纯，家庭环境干净，你呢？从小勾心斗角的皮皮相生活，还天天和人争抢，知不知道？你刚才的话对他伤害有多大？浩哥，我只是坐了你的车而已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污蔑我和朋友啊？难道就是因为我坐了你的车吗？可他住的地方离酒店明明骑共享单车就能到，也不会堵车，就是因为他爱慕虚荣，就要这么说我吗？你放心，他如果今天还想结这个婚，就必须跟你和我朋友道歉，否则他就别来。素福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的话你听到了吗？婚礼前给泱泱道歉，跟我的朋友们道歉，否则这个婚啊就不用结了。好，那你等着吧，一会儿在婚礼现场，我好好给你道歉。浩哥，看来他真的很想嫁给你啊！你一生气，他就害怕。哟，苏福还真是舔狗呀！为了钱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怎么浩哥一说不娶她，他就慌了呀？毕竟能嫁进秦家做儿媳妇，估计他家祖坟都得冒青烟了。我的婚礼邀请各位骑共享单车出席。我去，大小姐，你失踪2年终于冒头了，你这体验生活体验怎么样了？大小姐，您说多我们不往心，一定要骑共享单车吗？是什么新流行元素吗？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苏大小姐让你骑共享单车就骑。好嘞，哥马上出发，准时到达。爱到妥协，到头来还是无解，望着你不让你飞，历史不断重演我。秦昊，从小到大，我爸一直觉得我吃不了苦，所以我就和他打赌，在苏氏集团隐瞒身份，从最基层做起。今天我本想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，直接告诉秦昊我就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你一直想和苏氏集团达成的合作关系早就搭上了，可今天过后，和苏氏集团的合作永远都不可能。会议暂时取消，我与参加苏氏基金的婚礼。Go go go！ 我现在要去参加苏大小姐的婚礼了。老板，不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参加苏小姐的婚礼。你和谁结婚？秦昊，他也配？傅思辰，我的青梅竹马。你小子这些年对我的动态还挺了解的嘛。
如果傅公子肯骑车来求婚，那我就嫁给你。为什么不是我选的那件短款婚纱啊？这可是泱泱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他说这件最适合你啊，毕竟他是服装设计师，你总不能比专业人士更多吧？尤其这款婚纱还是高定的，你也从来没有穿过大牌和高定，所以你不懂啊。你只管听泱泱的就好。苏父啊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圈子喜欢什么样的，你慢慢适应吧。这件啊，最适合你了。原来这件婚纱就是为了突出我缺点的，怪不得当时你还特意嘱咐他们说必须婚礼前1天才送到，就是为了让我没有改机会。李泱泱，你想让我出丑是吧？小丑，骑快点儿！骑慢了可就嫁不了我们浩哥了。李泱泱，很好，给我等着。不是吧？你真的骑共享单车过来的？哇塞，你这是在粪坑里打滚了吧？穿这样招摇过市，也不怕丢脸？浩哥，你女朋友为了和你结婚，还真是拼了呀！我第一次见新娘骑共享单车的，为了骑车，连婚纱都撕破了，你也真不嫌丢人啊！苏父，你怎么这么狼狈啊？早知道就叫他们开其中一辆车来接你好了。都怪我晕车，委屈你骑共享单车过来。不过你怎么也不换件衣服呀？你就准备这样结婚啊？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啊？对不起啊，苏父，我不知道你连车都舍不得打，骑个共享单车就过来了，打车也就20-30块钱，用得着这么省吗？难道平时秦昊给你的零花钱不够花？你穿成这样，还骑着共享单车过来，要是被记者拍到了，你让秦昊怎么办呀？他以后可是还要去见合作伙伴的，要是被他合作伙伴知道了，肯定会笑话他。你都准备跟秦昊结婚了，怎么也不知道协助一下他，净给他拖后腿。哎，秦昊，你看今天我跟苏福像不像姐妹装啊？姐妹装？我看呀，都是像小姐和丫鬟。就她那穷酸样，给你当丫鬟服侍你还差不多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，
我喝的是凉茶，绿茶就不用再喝了，茶喝多了胃病。对不起啊，苏父，我不知道你不能开玩笑，我只是不想让秦昊为难。我想着我们关系很好的话，他会开心的。没有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浩哥，你也不要跟他生气了。她今天是新娘子，却骑着共享单车过来，面子上过不去也是正常的。苏父，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项链，给你作为结婚礼物，我帮你戴上吧。不过这条项链价值100万，你可要小心一点啊。洋洋，你们家是抢钱的呀？一条玻璃项链要100万？你一个穷鬼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还不过来给洋洋道歉？苏福，我不管你为什么生气，但是现在你必须跟洋洋道歉。我这都是刚才骑车过来时摔伤的，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快进去换一身衣服，没完没了的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到时候被媒体拍到，我秦氏公关部还得出面解释的。洋洋，没事啊，你放心吧，等婚礼结束，我让他给你倒茶认错。没事的，浩哥，这以后啊，我都在国内待着了，我可以找时间教他礼仪的。不过，他今天不会在婚礼上丢人吧？我丢不丢人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够了，苏福啊，你怎么现在变得跟个泼妇一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一直容忍你的无理。你现在马上跟洋洋道歉，否则今天这婚你就别结了。你要取消婚礼是吧？好啊，你取消就取消呗，反正我又不和你结婚。不和我结婚，除了我，你能挤进上层社会吗？啊，除了我，你还能找到比我条件更好的人？骂什么呢你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们来参加你的婚礼了。大小姐，骑共享单车的大小姐，都让开，副司神来了。苏福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不是，他是谁啊？你从哪找这些不三不四的人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就收购秦氏，给你当做聘礼。不是吧？你们骗我们过来，就是把我们这些单身狗骗进来杀呀？这狗粮好腌啊！我这么辛苦骑单车，就过来吃狗粮的吗？看他们秀恩爱。你们俩结婚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啊？我们回家还不得被家长催婚啊？傅少爷，你居然跟苏福求婚了？收购秦氏给苏福做聘礼。苏福，你请的人也太好笑了吧！这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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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苏福，这枚戒指是我奶奶留给未来孙媳妇儿的，你戴上这枚戒指以后，就是我老婆了。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苏福，你做这么多事儿，请这么多人过来假扮有钱人，也太好笑了吧？有钱人会骑共享单车来求婚吗？对呀，苏福，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，以为现实也这样啊？真是幼稚。秦昊，那人说要收购你们秦家，是吧？害不害怕呀？收购秦氏都不用副司神出手，我们3个人随便一家就能把秦氏给收购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你们真以为骑个共享单车自己就是豪门啊？陆氏地产的小公子，你爹知道你在外边捧臭脚吗？顾氏的2始祖，听说你们每个月的零花钱都得按周领，真寒酸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他妈到底谁啊？
刚才他们说傅思辰，不会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傅公子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傅氏集团的总裁会跟这个穷丫头求婚吗？可是，那人看着很像王家二少，他旁边那个看着好像是江总。别开玩笑了，海城最有钱的一群公子哥、继承二代们会聚在这儿吗？苏福，今天是我们结婚，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，你从哪儿找到这男人跟这儿演戏呢？苏福，你找人来扮演傅氏集团的总裁是要笑死人吗？告诉大家，傅氏集团的总裁会骑共享单车来求婚。苏福啊，你长点脑子吧！你做这些事情不就是为了让秦昊低头？你这种人怎么嫁进秦家做豪门少夫人？秦家豪门，秦家什么时候成豪门了？别给豪门丢脸了，好吧？像这种暴发户，靠炒2块地皮起家的，才刚有钱几年，就敢成豪门了。哎，洋洋，那位好像真的是傅氏总裁傅思辰。骑共享单车的继承者们？苏福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傅思辰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傅太太了。秦先生，你的婚礼好像马上就要开始了吧？应该还差位新娘吧？我看这位李泱泱小姐就不错，你看她的礼服都是婚纱款的。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啊！不是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他只是好朋友。好朋友？谁家好朋友天天接吻啊？动不动嘴唇都咬破那种。秦昊，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呀？你们玩的可真开啊！那只是玩笑，我爱的人是你，我要娶的人也是你。这件婚纱是你让他给我选的，就连婚礼现场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来布置的。我们2个约会的时候，你带的电灯泡都是他秦昊，这就是你说的爱我要娶我是吗？今天你要是敢在大家面前说你爱的就是李泱泱，那我还敬你算个真男人。真可惜啊，你不是。不是你干嘛呀？啊，你出身不好，我家里人一直都反对，是我一直求着他们，他好不容易接纳你，你还不知足了？你家人就是应该反对啊，因为我们2个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。可是我不介意啊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苏。可我介意啊，因为你们秦家根本就配不上我们苏家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嫌你家穷啊。哎，你看，你嫁给我之后，你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总不能让他们老了之后在田里种地吧？你对外宣称你爸妈种田的，你爸知道在外面这种名人吗？我可没这么说吧，都是他们自己脑补的，说我家里穷，还说我父母是种田的。来，我给你重新介绍，苏福，海城苏氏集团的千金，也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她老公傅思辰，傅氏集团总裁。怎么跟你说吧，就他们2家，随便一家都可以让你们家第2天从海城出名。懂？苏氏集团千金苏福。苏福，为什么你是苏氏千金你不早说呢？啊，如果你告诉我你的身份，那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，反而我爸妈也不会反对我们，他们会喜欢你的呀。你爸妈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，他们喜欢的是苏氏千金、李氏千金还有王氏千金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们只是喜欢世家千金，你本来就是啊，你为什么要假装？秦昊，你之前口口声声说不管我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，只是单纯喜欢我这个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变了？
就因为你以为我是个普通女孩，所以你之前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吗？你的小青梅晕车比我们的婚礼都重要，需要你开车去接她，然后要我穿着婚纱骑着共享单车过来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那都是洋洋他提议的，我没细想啊，我没有不重视我们的婚礼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进行结婚，我会证明我有多爱你。我还没死，我还喘着气儿呢，别对我老婆动手动脚。哎，秦昊，你别听苏父胡说，说不定是他在哪个不正经的场合认识的公子哥叫过来撑场面呢。他说他是苏氏千金就是啊。这苏总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提过他的女儿，他就是钻这个空子骗你，你别信他。洋洋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为了面子假冒苏氏千金？如果不是真的话，到时候我可也帮不了你。你该不会以为每个人都像李泱泱一样不要脸吧？在外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假扮自己是千金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李泱泱，你是李家的私生女是吧？听说你在国外被人包养，还被正式打成猪头，怎么摇身一变回国就变成清纯小白花了？你该不会以为你的那些破事没人知道吧？巧了，你的这些破事我不仅知道，我还有照片呢。明天正好我也没有什么事，把你那些照片好好整理一下，发给你爸，让他好好看看，保证高清无码。看到时候李总还愿不愿意认你这个私生女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以为自己装了几天清纯小百合，就真把自己当成什么纯情少女了吧？你入戏也太快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你跟秦昊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，祝你们幸福吧。你胡说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么说，不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假冒苏氏千金吗？怎么，敢做不敢当啊？爱怎么想怎么想了。思辰，趁着民政局现在还没下班，我们去把证领了吧。他们也开库里南，都上车。苏父，走了就别想找我复合。浩哥，苏福都对你那么过分了，你还去追他干嘛？是啊，浩哥，他苏福一个孤儿，还冒充苏家千金，我看呀，那劳斯莱斯就是他租来的，找演员又是租豪车的，以为这样我们就相信他是真的千金了。苏福还诋毁泱泱，说泱泱被包养，真是恶毒。这种人配不上好哥。就是，苏福就是吃醋了才会那么说的，我不介意，只是苏福这一走，婚礼又马上开始了，浩哥要怎么跟亲戚朋友交代啊？浩哥，我感觉苏福压根儿就配不上你，你不是喜欢泱泱吗？干脆娶她。对，只把泱泱当成妹妹，你别胡说。浩哥，你就去挽回苏福吧，我去跟伯父伯母解释清楚，免得他们知道苏福逃婚了。什么？苏福逃婚了？她就是一个穷丫头，还能嫁进我们秦家，完全我是看见浩儿喜欢她的份上，她竟然敢逃婚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亲戚朋友可都来了，
苏父要是逃回来，我们秦家的脸面往哪放？苏父，你永远别想回来跟我抢秦昊。爸妈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浩哥，你还替他掩饰什么呀？苏福新婚当天找演员冒充苏家千金，羞辱泱泱，哎，还跟那个男的直接逃婚了，这样压根配不上。浩儿，公子里说的都是真的。哎呀，我们秦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哎，老婆，傅先生，以后请多指教了。傅太太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苏父，你竟然瞒着我老头子结婚，你是不是想死了？爸，我这就回去。走吧。你和秦昊当初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不看好，可你非要和他在一起，这下好了，结婚当天换新郎，你是嫌苏家丢的人还不够多吗？妈，我知道错了。苏叔叔，是秦昊先羞辱苏夫的，所以他才取消婚约。而且，我是真心实意喜欢苏夫，我一定会对他好的。思辰啊，你是打小我看着长大的，人也稳重。夫妇呢，嫁给你，我放心。多亏啊，是结婚以前看清楚这个渣男的真面目，结婚以后再看清楚，你哭都来不及。谁说不是呢？爸，你看我跟思辰证都领了，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那就选个黄道吉日，择日给你们完婚。谢谢爸。谢谢苏叔叔。怎么还叫苏叔叔？该改口了吧？谢谢爸。快，坐着，站那干啥？哎，这还不错。你呢？这段时间工作的还不错，也结婚成家了，老爸呢也老了，集团也该交给你了。选个黄道吉日，趁招商会的时候宣布你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还有你和思辰之间的喜讯。好的，爸爸。妈，阿姨，您喝水。秦昊，你告诉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洋洋晕车嘛，他坐不惯别人的车，我就只有靠我的老许接他了。那谁知道苏父吃醋了，非要取消婚约，还自称他是什么苏氏的千金。你跟他交往了4年，你们天天蜗居在1500块钱的出租屋里，天天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，甚至你们结婚的父母都没有来。他要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那我就是苏氏集团的总裁夫人了。我阿姨，您别气坏了身体。苏父这个人虽然是有点爱慕虚荣，但是他人不坏。改天我去给他亲自道歉，让他跟浩哥和好。道什么歉？不许！他既然说他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那是我们秦家高攀不起，你必须跟他断了。妈，我好，妈说的没错，我以前就是看苏福穷了点，现在看来他不仅谎话连篇，还爱慕虚荣。咱们秦家绝不要这样的儿媳妇。就是，我看泱泱就挺好的，像泱泱这种才是我们秦家的好儿媳。阿姨，虽然我也挺喜欢浩哥的，但一切看他的意愿。你看看人家泱泱啊，多善解人意。我饿了，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去。你赶紧。浩哥，你去吧，我来照顾阿姨。泱泱啊，我就属意你做我们秦家的儿媳，正好这苏福现在跑了，我撮合你跟我们家阿浩啊。可是浩哥好像不愿意啊。你放心，
只要有我在，这早晚得痛。阿姨，你吃橘子。好，可不。浩哥，你是在等苏福的消息吗？不过他这都走了好几天了，也没个动静，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呀？要不我陪你去找他吧。他愿意走就走，我才不关心。我只是在等苏氏集团合作的消息。这苏福自称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还和顶级豪门富家结婚。哎，怎么到现在苏家和富家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这苏福啊，真是撒谎精！现在躲着浩哥不见，怕不是不敢见人吧？能别提他？浩哥，我听说下周苏氏集团会举办一个招商会，你要是真想跟苏氏合作的话，可以亲自去一趟招商会的现场，去见一见苏总。以你的才华和能力，一定能得到苏总的青睐。泱泱说的对，听闻苏老爷子酷爱字画，浩哥，你可以去拍卖行买些字画送给苏。还是泱泱和你们对我好。来，咱们干个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行，我们走。来。爱情你不分先来后到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儿。李泱泱，我不要的垃圾丢给你，你还当成宝了。我奉劝你一句，有病赶紧去治，别来我们这什么什么？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除了李泱泱还能有谁？怎么吃醋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就看这两个人恶心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那这样，我想办法把秦家弄破产啊！哎呀，那倒也不至于。对付他们这种烂人，我都嫌脏了手。哎，对了，明天好像有个拍卖会，我想给爸去选点字画，你陪我去呗。嗯，没问题。傅思辰，没想到你还有8块腹肌呢。别急啊，今晚是咱们的新婚夜，有的是机会。苏福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骂我有病！我看有病的人是你才对。苏福啊，苏福，你放着豪门不嫁，那我今天就把生米做成熟饭，让秦昊娶我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。该死的苏福，等我成了秦太太，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对不起。
说说阿浩这个臭小子，这明知道我今天出院呢，不来接我也就算了，这电话也打不通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又去找苏福那个丫头？行啦，医生说你有高血压，不让你生气，你就别生气了啊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怎么是你啊？浩哥，昨天晚上你喝得烂醉如泥，我想扶你上楼休息，可是你却拉着我不放。浩儿，事到如今了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对泱泱负责任。就是，以后把苏福那个贪慕虚荣的撒谎精就忘了吧啊！洋洋，昨晚的事儿，我是喝太醉了才会稀里糊涂跟你发生关系。浩哥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刚才我就是为了帮你糊弄叔叔阿姨的，等你和苏福和好了，我就退出，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洋洋，委屈你了。哦，这是我的银行附属卡，你拿去随便刷，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。那我就不跟浩哥客气了。对了，浩哥，你不是要送苏总一些字画吗？我陪你去。刚好我对水墨画有一些研究。二位想买什么东西啊？拿一些你们这儿的国风水墨画出来，啊，要贵一些的。好嘞，二位稍等。那幅字画就不错。苏福。你消失这么多天，竟然还跟这个小白脸混在一起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未婚夫啊？秦昊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们两个已经解除婚约了，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苏福，浩哥一而再的给你机会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这个小白脸穷的叮当响，哪比得上浩哥？我老公什么样？和你这个绿茶小三没有任何关系。别对我老婆动手动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老板，麻烦把字画都拿出来看看。吴老板这边的字画都很珍贵，你一个小白脸还买得起？买得起买不起就不用你操心。吴老板，今天你们拍卖行的所有字画我全包，你算算多少钱？秦先生，我们这儿的字画加起来可不便宜啊。让你算总价你就算。好嘞。给这个数800万，8000万。秦昊，我劝你呢，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你们秦家就是个小公司而已，8000万呢，够你们秦家赚3年了吧？秦总，你到底买还是不买？不买的话，我就买了。不过到时候传出去，秦总还没我这个小白脸有钱，怕是整个秦家的面子都挂不住。浩哥，能讨苏老板开心，花再多钱也值得。哼，谁说我买不起？吴老板，把这些全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苏福，你不是自称苏氏千金吗？过几天啊，苏总会在家召开宴会，会请一些社会各界名流绅士，到时候你就把你这个所谓的顶级富豪老公带着参加，
我倒要看看苏总会不会认这个女人。好啊，老公，我们走。这回坑了秦昊一把，开心不？开心，但我们可没坑他，是他自己非得往坑里跳的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一口一个小白脸的管你叫着，不至于这么激他吗？你就知道我老婆最信任我。那我们再去重新找一家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策划送给他。今天天太热了，不去了吧？到时候给我爸随便买点茶叶就行。我可是他亲闺女，什么也不送，我爸多开心。好，都听我老婆的。走吧。等会儿见到苏老，可得好好跟他谈谈跟咱们秦氏的合作。没错，这苏家可是咱们海城顶级的世家，要是能跟他们攀上关系，以后我们秦家可不飞黄腾达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交给我，一切都好说。苏福，他竟然真的赶来参加苏老的宴会。苏福，他怎么来？苏福，你也好意思来参加苏家的宴会？你就不害怕被人拆穿？你是冒充苏家大小姐？谁说我是冒充？都到这地方了，你还在撒谎？就是。苏福就是穷苦人家出身，怎么可能是苏家？穷苦人家，谁说的？我可没说。不是穷苦人家出身。那让我看看，你这个苏家千金，给苏老爷子带了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就这点破茶叶，你还说你是苏家千金？啊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给我爸买的，你赶紧道歉！你松开我！苏福，你敢跟我妈这么说话，马上跟我妈道歉！哼！就算他给我道歉，我也不会接受的。苏福，自从你逃婚的那一天起，你就休想踏进我们秦家。踏进你们秦家，我不稀罕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？我忍这么半天了，我脾气够好吗？苏福，你活腻了！想动苏福先过我这关。是小白脸，他妈给我滚蛋！浩哥，苏福，浩哥对你这么好，你就黏和这个小白脸一起欺负他是吗？哦，原来是在外面有了姘头才退婚的呀！我们不嫌你穷，你却背着阿浩在外面找着野男人厮。苏福，告诉你，就你这种品性低劣、身份低贱的人，永远都别想进我秦家！苏福，你跟这个小白脸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气浩哥吗？可你做的也太过分了吧！我拜托你们，别做梦了，行吗？我跟傅思辰证都领了，秦昊这种垃圾男，到底是谁在喜欢？我这永远都是有限。你现在马上跟我爸妈道歉，就当没看到你跟这个小白脸。哎，谁需要你？秦昊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苏福，
你不就吃我跟泱泱的醋吗？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的，我只是把她当成妹子。苏芙，你真的误会我们了？误会？哟，谁家的哥哥会给自己妹妹身上种这么多草莓啊？还是你想说这些不是你种的？啊，你在外面还有别人？那只是意外。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我一时冲动，所以才以后。秦昊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我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看不上我，你爸妈也从来就不待见我，所以我把你好妹妹的位置给你腾出来了。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就好好过，不行吗？苏芙，你闹到什么时候啊你啊？苏芙，浩哥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是不愿意看见我的话，那我就再也不跟秦昊见面了。哎，要走的人是苏芙，不是你。就是，你跟我们家阿浩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我们也只认你这个儿媳。苏芙，她休想踏进我们秦家。精彩啊，真精彩！秦昊，感谢你们一家三口呢。哦，这还有一个，感谢你们一家四口这么卖力的给我演了这么大的一出好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由衷的祝福你们早日成婚，不孕不育，子孙满堂。你个混账！你敢咒我们家阿浩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苏芙，我今天来就是跟苏老来谈合作的。只要以后我抱上苏老的大腿了，我们秦氏就飞黄腾达了。到那时候你再后悔就晚了呀。还想跟苏家合作，你想都别想了。秦昊，你得罪了我，还想跟我们家合作，你太离谱了吧！苏芙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苏家大小姐了。真是臭小鸭，当白天鹅久了，可真把自己当成白天鹅了。是啊，苏芙，你要是苏大小姐，我就给你跪下。苏芙，真的，我求求你能别吹了啊！你要是真的惹怒了真的苏大小姐，我秦家还跟苏老谈什么合作呀？啊！我求求你赶紧走行不行？赶紧走啊！我为什么要走？一会儿苏总来了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们了。一会儿苏老爷子来了，一切就晚了。保安，快把这个女的给我拖出去！她冒充苏大小姐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赶紧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！哼，看到了吗？你还在撒谎！你要是苏大小姐，这苏家的保安能不认识你啊？快看，他们来抓你了！就是，你们两个死骗子，就等着被赶出去吧！哼！苏芙，你完蛋了！苏老先生到。苏老爷子好，我们是秦家人，特意给您准备了厚礼。哎，阿浩，快把字画拿上来。哦，我认识你。苏老，您认识我？哎，苏老爷子，我跟您举报，这个女的冒充苏大小姐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还有这个男的是帮凶，赶紧叫人把他们两个拖出去，以免影响咱们苏家的名声。是的，我可以作证。来人呀，把他们抓起来！你完了！苏老爷子，你抓错人了，他冒充苏大家小姐。是啊，冒充。她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更是苏家的掌上明珠。这苏芙不就
就是个穷丫头嘛！啊，完了，这全完了！原来，你真的是苏家大小姐。对啊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你不信怪谁啊？我的宝贝女儿隐姓埋名在苏氏集团工作，为的就是证明她自己。而你们呢，嫌贫爱富，对她是百般的刁难，还有脸来我们苏家？唉，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门，是你们秦家没福气。所以呢，我找到更好的归宿了。确实，也应该感谢你们嫌贫爱富，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机会追到苏福。既然苏福是真的苏家千金，那你呢？岂不是真的顶级富豪傅思成？没错，秦昊，我本来想要放你们秦家一马，但没想到你们狗仗人势，处处欺负人。那我只好动动手指，封杀一下你们秦家，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吧？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多错了。现在知道错，晚了。苏福，咱们俩好歹好过一场的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说放弃就放弃。我真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给你下跪！秦昊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。因为你知道我们苏家比你们更有地位。如果我不是苏家千金，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苏福，那么今天在这被逼着跪下道歉的人只会是我。不，苏福，这都是我的意思。阿虎从来没有这个意思，是我逼着他跟你分手的。要怪就怪我，跟阿虎没有关系，要怪就怪我。是啊，错的是我们俩，要怪你就怪我们，千万别封杀我们秦家呀！行了，赶他们出去。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道德绑架我的女儿，把他们狠狠的打一顿，扔出去！苏福，凭什么你的命那么好，是苏家千金，我却是普通出身，服不服？以后离苏家远点，不然见一次打你们一次。走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苏福竟然是千金大小姐，那这么说，我们秦家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还不都怪你，天天看不起苏福，现在可好了吧？怪我？你不是人呀！够了！你别吵了！浩哥，你等等我！别吵！他们就是这样欺负你的？你跟我犟的那股劲儿去哪儿了？哎呀，爸，以前是我眼瞎嘛，恋爱脑犯了，所以才看不清事实。可现在我看清了呀，你看，我这不是找到更好的了吗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夫妇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爸，思辰，你们真要封杀秦家呀？怎么，你还对那个人有感情啊？怎么可能嘛！我就是不想让我们苏家还有傅家以后让别人嚼舌根嘛。那你们就小小的惩罚他们一下就行，反正我们以后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了。我听我宝贝女儿的。我也听我老婆的。都怪你！现在傅家和苏家都对外宣布不和我们秦家合作了。虽然没有彻底封杀，
但谁还敢跟我们家合作？你怪我有什么用？要是能挽回苏福，我给他下1000个跪都行。阿浩呢？这几天自己把他锁在房间里，我也不敢问。哎呀，你给泱泱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劝劝阿浩。他现在就只听泱泱的话了。好。哎，泱泱，你省着点花。你爸公司最近经营不太好，你别把他的卡刷爆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秦昊把他的副卡给我了，让我随便耍。他不是跟那个苏福在一起了吗？怎么舍得把卡给你啊？他们已经闹掰了，再无可能。以后啊，嫁给秦昊的人只会是我。哎呀，我的泱泱可算熬出头了，以后记着带妈享荣华富贵呀。放心吧。喂，秦姨。哦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妈，你先帮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家，我去看一下秦昊。好。秦昊，你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，叔叔阿姨都很担心你。出去！我让你出去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你吼我干嘛呀？是苏福不要你了，又不是我不要你了，你对着我生气干嘛？真的对不起。秦昊，苏福不要你，是因为他找到了比你更好的人。你再这样颓废下去，他也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真正在意你的人，只有秦叔、秦姨，还有我。你知不知道，苏家和傅家已经对外宣称不再和秦家合作了，叔叔阿姨都特别着急。你如果真的想苏福回到你身边，那你就振作起来，超过傅思成。傅思成，他财大势大，我再怎么样，我都超不过他。那可不一定。最近我认识了一位从华尔街回来的投资大佬，如果能跟他合作上，超过傅思成也不是没可能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这位沈先生，他有投行的内幕消息，我最近就在跟着他投资。我投资200万，短短1个月就回报50万呢。秦昊，你想想啊，如果你投进去1个亿，那回报得有多大？洋洋，你说的没错，我要把傅思成比下去，把我之前所受的耻辱都还给他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带你去见这位沈先生。洋洋，等投资成功后，我们俩就结婚。好。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来的正好，来，快坐下一起听。这位是从华尔街回来的沈先生，掌握着很多投资行的内幕消息，我正跟他谈投资的事情。沈先生，这位是海城首富傅思成，这位是苏福傅太太。傅先生、傅太太好。沈先生，您可以聊一下你那个项目。没问题。这些可都是我从华尔街带回来的投资信息，我只告诉你，不要告诉别人啊。快看看，沈先生，您最近风头很盛啊，带了很多人发财。低调，低调。思成、苏福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这个项目很好，我们一起发财。子君，恕我直言，你这就是以房是骗局。你们懂什么？我这个项目是华尔街顶级生物科技新贵研发的项目，很多国际顶级公司都投了钱的。沈先生，您先别生气啊，你们俩是不是搞错了呀？
沈先生这个项目可是划时代的医疗改革啊！你所谓的投资项目，就是往这么大的一个仪器里面滴几滴血，就能检测出几百种变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一滴血稀释产几十份，先不说它的误差会大大增加，你又怎么能保证它的准确率？你们不信就算了，我这个项目有的是人头。哎，史先生，你哎，史将军，有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不可能害你。没错，他真的是个骗子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我这可是上千亿的项目，是划时代的医疗改革，是你们3个见识短薄，不信就算了。秦昊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华尔街投资大佬沈先生。苏福，我们俩好歹好过一场吧，你就这么放？你爸还有傅思成，这么对付？我只是不跟你们家合作了而已，都没彻底封杀你们，够手下留情了，好吧？秦昊，你别搭理他们。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华尔街投资大佬沈先生。李小姐，这位是？我叫秦昊，是泱泱的未婚夫。你好，沈先生，我们想跟您谈一下合作的事，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有空呢？当然可以。我在那边开了个包厢，请沈先生一步。请。秦昊，好心劝你一句，姓沈的是个骗子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刚才这3个人想找我合作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合起伙来诋毁我。浩哥，我看他们就是怕你跟沈先生合作之后比他们更富有，所以才挑拨离间，不让你跟沈先生合作的。洋洋，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是猪脑子？你不就是想阻挠我和沈先生的合作吗？等我赚够了钱，我就把你们傅家还有苏家踩在脚底下。好，好言难劝想死的鬼呀！既然你这么愿意把钱送到骗子手里 ，OK， 自求多福吧。我们走吧。秦总，我这个项目很靠谱，很多世界顶级富豪都在投资，而且投资进去的钱越多，回报越高。您看看要投多少进去？浩哥，咱们先投1个亿怎么样？这个投资回报周期短，等你看到了回报，咱们再投更多的钱进去。行，那就先投1个亿。原来是条大肥鱼啊！喂，秦先生，第1笔收益到账了，您查看一下。啊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这是足足2千啊！沈先生，您确定这是1周的投资收益？当然是了。在您投资之前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咱们这个项目是高回报。您看看还要不要追加投资？啊，行，您稍等啊，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，晚点给你回复。行，那就等您的好消息。这投资1周，收益就是2000万，这要是投资10个亿，岂不是1周就是2个亿？那1个月就是8个亿啊！哎呀，这投资回报率也太高了！照这么说，我们秦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？叔叔阿姨，我就说这个沈先生靠谱吧，跟着他呀，咱们能赚大钱。洋洋，你可真是我们秦家的财神爷啊！谁说不是呢？那苏佛连洋洋的1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就是。爸妈，
刚刚沈先生问我要不要追加投资呢，咱们要追加吗？哎，要追加，要追加！我就算是借遍所有的亲戚，也要追加。对，要搞啊，就搞一笔大的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给沈先生回复。快去，快去！好好，你看泱泱对你多好，你失忆的时候陪着你，还给你去拉投资，要不你就把泱泱娶了吧？是啊，浩儿，泱泱这么好的女孩，你可不能辜负。上次你跟苏福取消了婚约，咱们把酒店定到了下个月，刚好我们可以把这笔钱投进去，这下个月到账就是好几个亿。到时候咱们家拿着这笔钱，给你跟泱泱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，也能打苏福和傅思辰的脸。浩哥，我不想勉强你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愿意。爸妈，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吧。咱们先筹集10个亿，投到沈先生的项目里，1个月后为我和泱泱举办婚礼。好，好，我们秦家终于娶了一位贤良淑德的儿媳妇儿。先生太太，这是外面有人送来的请帖，让我转交给你们。谁要结婚啊？还能有谁？秦昊和李泱泱呗。秦昊，听说秦昊最近挺高调的，到处在圈子里说他跟华尔街投资人合作一起赚大钱，他身边那帮狐朋狗友全都信他，要跟着投资。既然他们上赶着要赔钱，那咱们也拦不住啊。再说了，他俩结婚想邀请我去，不过就是为了羞辱我罢了。那我们一起去看个好戏，也没什么呀。那我到时候陪你一起去看好戏。吃饭。浩哥、泱泱，多亏了你们俩带我们投资啊！今天我们就能收到最大的一笔回报了。没错，跟着浩哥一起吃。浩哥、泱泱，以后有什么赚钱的项目，尽管告诉我们。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，这样都是应该的。哟，看看谁来了。你们俩太勇敢了啊！是啊，你们可是下令不再跟秦家合作的。该不会是看到我们家阿浩跟华尔街大佬赚了大钱，想来分一杯羹吧？傅家和苏家不是顶级豪门吗？怎么也看不上这点钱？你们都搞错了吧？明明是秦昊邀请我们过来的。是我邀请你来的，苏福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沈先生是骗子吗？可是我跟沈先生合作后，短短1个月就净利润3个亿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1个月赚了3个亿，不是吧？开赌场都没有这么赚钱的吧？秦昊，麻烦你能不能长长脑子再跟我说话呀？啊，苏福，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可不是嘛，我们都跟着浩哥和泱泱赚到了钱，就因为有些人得罪了沈先生，没得赚，所以才在这儿百般诋毁沈先生。苏福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沈先生就到了，他还答应给我们每个人1个月的投资收益和成本，瞪大你的狗眼，瞧好了。好啊，那我就好好看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成本都收回来。我们走。我说阿浩，你请这2个晦气玩意儿来干啥？就是见到他们就晦气。爸妈，我就是要让他看着我是怎么超过傅思成。沈先生说6点准时到，咱们就等着吧。先入座。郑大姐，浩哥，等这个项目回款了，你再给我买套别墅呗。可以。这都5点45了，怎么还不见沈先生？难不成是路上堵车了？急什么？这离约定的时间不还有15分钟了吗？
现在已经都6点了，沈先生怎么还不来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把我拉黑了？难道沈先生真是骗子？那我们岂不是完了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打一个试试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我来试试。您好，浩哥，怎么样啊？你好，请问是秦先生吗？我是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说有一位来自华尔街的投资人诈骗了他几千万金额。调查之后发现跟你也有关。啊！他怎么可能是骗子？我们秦家东拼西凑了10几亿，他公司都投进去了，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啊？警察先生，你们会不会搞错了？沈先生的确是华尔街的投资大佬啊！是啊，他回款的很快的。你们盯着的是返利，他们瞄准的是你们的本金。现在姓沈的骗子已经流窜到海外了，希望你们配合我们调查，这样还有一线机会能追回你们的钱。不，我不相信你们的鬼话。沈先生不是骗子。秦昊，你不是说这投资他妈万无一失吗？我们就是听了你的话，把全部资产都投了。秦昊，你得给个说法，不然这事没完。你们问我还真正投进去10个亿呢。我去找谁啊？我他妈管你找谁？赔钱！不许动手！再动手，把你们全部抓进执法局。秦昊，这事儿他妈没完！你给我们等着！老公，好戏看完了，我们走吧。苏福，你不能走，是不是因为你恨我？这个沈先生是你故意设局，是你安排的，对不对？秦昊，脑子真是个好东西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要呢？我之前明明提醒过你吧，我跟你说了，那个姓沈的他就是个骗子，你偏不信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嫉妒李泱泱，我耽误你赚钱，事实呢？他劝你投资，他让你损失了这么多钱，你不怪他，你怪我，你脑子有病吧你？神经病，乞丐！是，当初是苏福劝我不要投资，那是骗局。李泱泱，都是你骗我的，都是你害的我。浩哥，你弄疼我了。李泱泱，你到现在了还有脸说话？警察同志，我儿子也是被别人冤枉的，他情急之下才动手打的人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他，求求你们！是，都是那个李泱泱，是他害我儿子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当着我们的面打人就是不对的，跟我们先回执法局再说。儿子，警察，儿子！秦昊，我陪你浪费了这么多年青春，现在你完蛋了，也该给我点补偿吧。妈，我把秦昊付手卡上的钱都转到你名下了。怎么突然转到我银行卡了？秦昊投资失败了。我总不能在他一棵树上吊死吧？妈，我先躲一阵子，后续呢？你安排几个有钱的男人给我相亲。放心吧，妈保证给你办妥。先生，太太，不好了！今晚李小姐过来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。什么？这个天杀的！我们带他不保啊！他趁人打劫了！别哭了，赶紧报警吧！
这就是报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就是报应。你跟我妈一个个都嫌贫爱富，天天看不起祖国，要把她赶走，让我娶厉泱泱。现在好了，如入你们愿了，咱们家闹到现在这个下场，都是报应。儿子，你别杀妈妈！儿子，哥哥我没一笔这样的吗？跟你妈嫌贫爱富，是我们的错，可你就没错吗？啊！投资的事情，可是你自己同意的，现在把一切都怪到我们头上。是啊，我也有错啊。我昨天不跟李洋洋划清界限，错在放弃祖父，错在余下，错在不听祖父的劝去投资。只要人在，我们还有机会的呀！师傅，1个月不见，秦昊好像什么都没变，但却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我看见他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心动的感觉了。跟思辰比啊，他还真是小家子气。师傅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傅思辰对你还好吗？你有事吗？听说你们苏氏年底有个大项目招标，就我想嘛，能不能给秦氏一个机会啊？于公，这是一个公开招标，你可以正常竞标啊。于私的话，我想我们2个取消婚约的时候闹得并不愉快，所以我也不可能帮你，更不可能私下给你机会了。你们秦家要是有本事的话，就光明正大的竞争吧。哎，师傅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吃李泱泱的醋才取消婚约，才赌气跟那个什么傅思辰结婚的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以后和李阳不会有任何的来往，我也不会再见他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没有机会了。师傅，我求你，我真秦昊，非得我像电视剧里霸总那样封杀你们秦家，让你们破产才行是吗？师傅，你好端端的收购秦氏干什么？嫌自己钱多吗？他们家不收购的马上都要破产了，你干嘛？捡垃圾啊？我不能让他每天觊觎我老婆，下次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明天安排4个保镖，24小时盯着。不至于吧？这么夸张？怎么不至于？那个秦昊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他万一想对你怎么样怎么办？而且我又不在，那你该怎么办？好，都听你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师傅。师傅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师傅，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会一直等着你，直到你回心转意。这怕是要下大雨了吧？秦昊还在外面。他喜欢淋雨，
就让他淋呗。你当真一点也不心疼？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，我有什么好心疼的？来吃饭。来吃吧。小气巴拉的，都结婚了，还在意我前男友呢。吃啊。赶紧给我搬饭来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放下！你这就是入室抢劫！抢劫？让秦昊先把骗我的1000万还回来。他要是不还钱，我让我老婆死的，就给我等着！住手！哟，秦昊，当了那么久的人了，我终于出来了。欠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还？赶紧还钱！是心傻的骗你的不是我，我也是受害者。还敢狡辩？当时要不是你担保，保证100%赚钱，我们怎么会投？我去！别打！别打！限你1个月还钱，还不上，老子把你丢进海里！我们走。走。儿子，儿子，杨洋，害人精，都是你害我，凭什么我在受苦？你却修着的无影无踪，我饶不了你！儿子，这钱给你，帮我调查这个女人的所有资料。秦先生，请放心。洋洋，你是我见过最善良、最单纯的女孩，请问你可以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I'll be by your side till the day I die. I'll be waiting till I hear you say I do. 秦先生，李冉冉小姐在离开你之后，转身就跟一个富二代勾搭上了，2个人短短1个月就打得火热。李冉冉小姐以青春小白花的形象博得富二代的喜欢，而且马上就要跟李小姐举行订婚典礼。结婚？李洋洋，你配？李九腾，把这些资料全部放。这个呢是宋家送过来的订婚请帖，咱们家呢和宋家有生意上的往来，爸爸年纪大去不了了，你们俩带我走一趟。过得可真快啊！宋柯都到了结婚的年纪，在我印象里他还是个小屁孩呢。你也没比他大几岁。哎，也不知道他结婚对象是谁，里面也没写。等去了看看，咱们就知道了。行，到时候我们再顺便给宋老爷子买点礼物。你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秦昊，你有这时间出去，不如去求求苏福，救救我们秦家啊！是啊，这苏家可是顶级世家，只要苏福点头，我们秦家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啊！你以为我没有去求过苏福吗？他压根儿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我求有什么用？啊！哎，福姐，小宋子，你速度够快的呀！没想到刚从海外留学过来，这么快就订婚了。来，带我看看那未婚妻。洋洋，介绍一下，福姐。
是你。福姐，你认识泱泱？见过几次，但不熟。这就是缘分啊！宋哥，你先去招待其他客人吧，我来招待苏父和傅先生。福姐，那你们先聊，我晚点过来。你去吧。苏父，我和宋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我求你不要告诉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，之前敢做，现在不敢承认啊？你之前不还口口声声说你最爱的是秦昊吗？他这才破产多长时间啊？这么快就勾得上宋柯了？自从秦昊破产之后，就变得暴躁无比，对我非打即骂的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才离开他的。我也是个正常人，我追求幸福有错吗？没错。没错，你怎么不敢把之前跟秦昊那些事都告诉宋柯呀？梁阳，我警告你，宋柯是我朋友，你之前当小三破坏我跟秦昊感情的事，我可以跟他闭口不提。但你以后要是还敢在外面勾三搭四，我把你之前那些破事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他，听懂了？我保证。你最好能做到。我们走。各位宾客，今晚是我和泱泱的订婚宴，感谢各位的到来。我很幸运能遇到泱泱这样善良单纯的女孩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和她见面是在酒吧，她被朋友带过去，连酒都不会喝，被灌了一杯酒，咳得满脸通红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这个女孩真不一样。你喝这么急啊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李洋洋之前还发他跟秦昊的日文照给我呢，我刚才都没敢吱声，我以为人家宋柯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说不定人家思想开放，就喜欢这块呢。没想到他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李洋洋厉害，真会装绿茶。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等着订婚宴一结束，还是跟宋柯说一声。必须得提醒啊！能够遇到泱泱，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。所以在今天，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我和泱泱缔结婚约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。宋柯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前未婚夫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你快派人把他赶出去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宋先生，你不会以为你的未婚妻是个单纯的女人吧？你错了，这份订婚礼是我为你们专门准备的。这李泱泱看着挺清纯，原来私底下玩这么花呀！亏得刚才宋柯还说她单纯呢，哎，这女人她配吗？这要是让宋家老爷子看到了，不得气炸了！宋柯，
不是我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 P 的。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这种人的。他就是个畜生，他就是想毁掉我。我肚子好疼。来人，把头瓶关了，把他赶出去。宋先生，你不会觉得他肚子里面孩子是你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是我的，你戴绿帽子都不知道，只有你才把他当成宝。你胡说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呀，看看他到底是怀孕3个月还是2个月，不就清楚了吗？洋洋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在骗你。好，那你跟我去医院做检查，当着我的面证明你的清白。你敢骗我？骗人！你给我滚！以后不要让我在海上见到你。老公，不是的，这个孩子他就是你的。宋先生，他是不是还告诉你，我是因为家暴他才跑的呀？可实际上，这个女人她最会装手术，她插足我和未婚妻孙福之间的感情，在得逞之后又骗我投资，让我血本无归。在我破产的当天，他偷走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，还把我付出卡里的钱全部转走。你胡说！我胡说。李洋洋，这份资料里是你这些年花我的钱，零零散散，共计3000万。事到如今，还骗我！我的肚子，老公，我的肚子好痛。又骗我，李洋洋，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实话？今日订婚宴取消。有血，新娘子小产了。李洋洋，你毁了我的婚礼，毁了我的公司，毁了我的人生，你还想好过？绝不可！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放过你。救我！来人，把他送去医院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你闲的了。我就是想吃个瓜嘛。订婚宴都结束了，我们还是回家。好。很遗憾，孩子3个月了，我们没保住，而且什么？病人多次打胎，导致她的子宫内膜粘连严重，子宫壁也非常薄。这次流产又给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恐怕以后很难再怀孕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，我还能怀？你在骗我！好好照顾她吧。洋洋，别怕，现在代孕技术那么强，你想要孩子多的是。妈，我要嫁的是豪门，我不能怀，我还怎么嫁呀？都怪秦昊，都是秦昊害了我这子。妈，我笑他生不如死。秦昊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洋洋流产了，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恶有恶报，真是活该。秦昊，我知道你恨他，洋洋已经知道错了，他最爱的还是你。跟孙哥在一块也是我逼的他，他打听到了沈先生的消息，想当面告诉你。你能不能跟我去见他一面啊？洋洋就在里面，你进去跟他好好聊一聊。
沈先生在哪儿？秦昊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现在我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原谅你？你毁了我的家庭，毁了我的公司，让我失去了爱。你让我原谅你？李洋洋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让你活着，就已经是最大的奢侈。原来你这么恨我，我恨不得你去死！既然如此，那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沈先生的下落。说。你把头低下来。你这个贱人！秦昊，你毁了我的豪门梦，你也别想好好活着！开门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不好意思，请留步。这个天杀的李洋洋，还好还不够吗？他现在竟然要杀了他！我是不会放过他的，我要让他把老弟坐穿！警察已经把李洋洋带走了，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。秦先生，你伤到了腿部大动脉，我们虽然及时为你做了手术，保住你的命，但怕是以后走路都会有点跛脚。阿豪，你别这样，你放心，爸爸妈妈不管花多少钱，请多少医生，一定给你把腿看好啊！是啊，好歹你活了下来。李洋洋那个贱人和他妈妈已经被警察带走审问了啊！我的天，走了妈，要让杨洋老弟坐穿，不接受和解。好，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，一定让他把老弟坐穿啊！不接受和解啊！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让自己静一静。好。苏子，这就是背叛你的代价。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和你好好在一起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秦昊，我求求你放过洋洋吧，他被判故意杀人未遂，如果你不见谅解处的话，他就要被关整整10年啊！女孩子的青春能有几个10年？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他那一刀要是没刺偏的话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你当时就在门口，为什么我打不开门？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你女儿，她现在是怎样的惩罚，都是活该。
阿浩啊，为了给你看病和还债，我们把公司和别墅都卖了。你爸爸他现在也没有钱了，只能委屈你住这样的房子了。没事儿，妈，苏福之前作为苏家千金，都能住这样的房子整整4年，他能住得了，我有什么住不了？你们知道秦昊被李泱泱砍了不？砍中大动脉，人差点没了。现在救回来了，只能一条腿走路了。至于李泱泱，秦家没有放过他，现在直接都坐牢了。这2个人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就是啊，早800年没有联系了，老提他们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心有余悸吗？还好当初听了你们的话，没有投那个姓沈的项目，要不然我也跟他们一样了。那你要是这么感谢我们的话，蜜月旅行费掏一下吧。行，我掏。那你们说去哪度蜜月？我们这不是正在商量的吗？我想去马尔代夫，巴厘岛也行。我老婆想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，或者都去也行。都去的话，我们时间不够啊。现在我们2个都得管理公司。也是啊，我可以让别人帮忙管理公司，我就天天陪着你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停！这大白天的干什么呢？我还在呢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？我也要谈恋爱，我也要找个女朋友。再见，继续啊。他就是个单身狗，别管他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小石呢？他有事先走了。哎，这孩子真没口福，我今天钓了不少鱼呢。还是我们2个有口福。就是的，我最爱吃鱼了。走，来，过来吧。来，坐。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？哎，赶紧吃啊！谢谢爸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总是胃口不好，可能是换季着凉了吧。你该不是怀上了吧？我去，我这么一想，好像确实2个月没来例假了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！谢老婆，你吃肉，多吃一点。苏思辰，还好我没错过你。用力啊，苏女士！再使点劲，使劲！应该没事了吧，爸？应该没啥事了。回去等一会儿，会顺利的。一定会顺利的。使劲，使劲，再使劲，加油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女人生孩子这么疼，我老婆肯定会没事的。生完这胎以后再也不生了。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出来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傅先生、苏老先生、苏女士生了3胞胎，
三胞胎，谢谢大夫。啊，这玩意挺像你的了。我的孩子，我老婆呢？孩子呢？在这儿呢，在这儿，看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不让你再受到半点苦。